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主编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山，虎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远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接下来为你邀请到是欠全天下牛肉面的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有这么夸张吗？小玉牛肉面，我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小玉牛肉面即将开张，敬请期待。好 ，OK， 来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小玉，你到现在到底还了没啦？我有一个特别企划，哦我 OK 这次郑重邀请牛棚创意执行长小牛柯玉安来帮我做一个特别计划。放心，我绝对不会落跑，我不可是你要超速仔问一下我。本人吧，我是真的跟你有赌注的那个人有我还没有同意好，我们哦。额外。 OK，有没有是为了一个黄国昌，然后邱小玉就聊下去了，好吧？不是，我相信黄国昌，他相信柯文哲，所以对，因为我相信黄国昌不会选下去啊，他相信柯文哲一定会让黄国昌选下去，这个赌注是这么来的。所以你还是因为秦欧阿寿的身份相信柯文哲。哎，这个话，对了，这个只能说这个我要申请国昌赔啊，申请国赔。好，那接下来呢？刚刚大家聊到了，包括不管是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的话，那金华城这个案子北检压线上诉，好吧？那接下来到了二审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那到了，当然黄昌现在不会在新北，小玉听了会不开心，没关系，不会在新北。但接下来呢，其他的一些战场面对蓝白河之下，现在你看蓝白河，真的是不是隐隐然有一些在对口上面大家会有一些的意见？那当然，淑慧最近跟白银的有一些人直接针对2024到底谁在破坏蓝白河，当然有一些的对口。好，但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全国大家会关心的，因为时间往下走的话，到了5月中旬就是川习会，那在川习会以前，军购到底能不能够完成呢？韩国瑜院长曾经讲说，希望挑战夜战或是8000亿他来扛。但这些词出来以后，在昨天你看到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时候，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言显然对这个发言非常不安，讲了非常重的话。我再让你听一下这话，待会让你听一下。很多国民党其他一些人跳出来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不过先让你听一下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言在中常会当着郑丽文傅昆萁的面说了什么。来，韩国瑜院长是我个人40年来革命袍泽。铁杆兄弟，我们都是黄埔子弟，军人以彻底服从命令、适时达成任务为我们的工作目标。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国瑜兄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如果有这个事，黄复兴必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建请开除国瑜兄的党籍。徐巧芯委员是大家最喜欢、最期盼的，可以了，只有2分钟，请徐巧芯千万三思，不要做出轻痛仇快的事情。好，昨天呢这一个发言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OK， 那有人说国民党里面因为军购案是正式的开撕了吗？包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在台中的时候，台中副市长郑肇兴直接发文，那讲甚或直接叫纪凌言道歉。国民党中常委徐荣庭台北市议员。甚或一个叉字都出来了 ，OK， 好，那到了今天，包括卢妈三子里面的，包括黄建豪啦，包括罗廷伟，都直接出来对着镜头呛，卢妈也出来说话了，那韩国瑜院长是负重啊，然后包括侯友宜也出来说了，那他觉得要有3%军购要占 GDP 3%，跟行政院的版本是差不多意思，他也讲到韩国瑜觉得跟卢妈讲的说法是差不多的，所有这一切当然以赵少康的发言。最为算是最重了吧？他甚或直接说，如果应该是纪凌言要被开除吧？让你听看赵少康怎么说的。来，纪凌言当然应该道歉，光道歉还不足啦，而且还叫记者留下来听他讲他那个一点都不通的这个长篇大论。那到底后面有没有人？谁指使他？如果有人指使他，指使人要出来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指使他讲这个话？如果没有指使，他自己跑出来乱讲的，那重的就应该开除他党籍，轻的也要解除他的副主席的职务。
来一下，是，所以赵少康根本不相信，那是你纪凌莲自己要讲的，没错背后有没有引武者，有没有谁出来要不要解释清楚？而且纪凌莲本来今天下午2点半要开记者会哦，对，突然之间到了大概1点多的时候吧，直接出来发了一个新闻，告诉你说，因为另有药物，不是，现在整个国民党里面这件事最大了吧？没错。因为这件事情大到什么程度？昨天我们看到消息的时候，还以为马王战争要开始了。开玩笑，你以为韩国瑜是萧敬言吗？随便你开除了，但是整个会动摇国本，至少是立法院里面的院长的位置的问题嘛。所以大家当然变成是政坛的焦点。为什么国民党要演出一出这个开除韩国瑜的大戏？而且是因为韩国瑜说要挺8000亿吗？是所以就回到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军购的路线之争嘛。其实这个路线之争在政协会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嘛。卢秀燕接受所谓的《自由时报》的专访，说她支持8000亿到1兆嘛，不用发价书就可以直接把预算给行政院、给国防部来采购这些相关的预算嘛。这个叫做这个亲美派的版本啊，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坚持党中央的这个3800亿加 N 的版本，要求一定要有发价书，那个 N 就是发价书啦。有没有给发价书，我才给你钱嘛。就是国民党现在有这2条路线之争。政协会之前大家还说真的，我觉得亲美派人有给郑丽文面子，你至少去跟习近平见面之前，我先所有的议题先懂起来嘛。这个卢秀燕都还讲说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嘛，让郑丽文好好的去见完习近平回来之后，总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嘛，总可以处理说到底民进党到底国民党要这个8000亿还是3800亿加 N 嘛？那过去你郑丽文说党团自主嘛，所以要尊重党团的意见嘛，所以包含这些，包含朱立伦也好啊，卢秀燕也好，他们也很努力的运作党团来接受所谓的徐小新的这个8000亿加 N 的版本，包含韩国瑜都传出他也支持8000亿的版本嘛，他愿意扛起来嘛，所以整个看起来国民党有朝向所谓的8000亿这个方向来进行，但是那天早上突然之间中部一个大佬说要帮我大骂。竟然把所谓的3800亿的版本又回来了，而且游说了很多国民党的立委说要支持党中央的版本，理由是什么？理由竟然是说他郑丽文要访美的规格不如卢秀燕那个中部大佬因为卢秀燕的名字讲出来，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部大佬是谁了，就是他说竟然是用了所谓要比照卢秀燕的规格，甚至比卢秀燕的规格更高的一个规格，我才愿意去接受8000亿的这个版本。表示郑丽文，你是不是拿这个所谓的军购版本作为你去赴美交换的条件嘛？那当然大家都炸锅啦。整个党团他们中午开会的时候，赵少康也说有19位的立委，比6席的立委19比6支持所谓19位支持叫8000亿的版本嘛。而这个8000亿的版本，有人还说那就直接表决嘛，甚至记名表决，至少我跟选民有交代，我支持的叫做8000亿的版本嘛。这个是赵少康说的党团会议有19比6啊。那傅昆萁，你为什么没收了表决，不去表决？很多党团都里面都讲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拖时间，拖这个时间干嘛？就直接表决，定出一个版本就好了，大家来表决啊。结果傅昆萁还是没收了表决，而没收表决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下午纪凌莲的这出大戏嘛，直指韩国瑜嘛，这个叫做鲨鱼警鸡啊，警国民党这些立法院的小鸡啊。如果我韩国瑜都敢开除的话，那你其他国民党的立委敢支持8000亿的版本，拜托好不好？明年大家都要选，提名权在谁手上？提名权在国民党党中央手上嘛。所以纪凌莲这番话是不是警告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包含徐小新也提出来，因为8000亿的版本就是徐小新的主提案版本嘛，这个主提案版本，所以他除了点名韩国瑜之外，还点名了徐小新，这个就是我觉得党中央运作纪凌莲去开除韩国瑜这件事情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警告小鸡要支持党中央的版本。所以你看这2天8000亿的版本还在吗？我怀疑啦，因为整个歪楼了，变成是韩国瑜加油啊，要开除纪凌莲。纪凌莲要道歉，大家现在吵纪凌莲要不要道歉这一题嘛？没有人在讨论
8000亿或者3800亿加 N 啊，本来2点半要开记者会而取消的原因，到底怎么去处理韩国瑜院长的情绪，还有安抚这些韩国瑜的韩粉们，这些变成是党中央现在要头痛的问题。赵少康就是一个例子嘛。赵少康今天要求开除纪凌莲，而且质问到底谁在卖党求荣，我就要说，赵少康其实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直接就讲过啊，中共介入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而赵少康，我要跟你讲的是，现在中共介入国民党党主席的结果，就是郑丽文，就是萧旭岑，就是纪凌莲，而这些都是所谓跟中国比较亲近的人，就是亲中的人。这些亲中的人现在掌握了整个党机系，再加上傅昆萁掌握了党团，现在国民党到底是谁在卖党求荣，已经很清楚了。再加上傅昆萁掌握了党团，现在国民党到底是谁在卖党求荣，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3800亿加 N 跟8000亿，为什么会搞到卖党求荣、亲痛仇快这些事情？这些词都出来了，就让他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一个价格的高低会搞成大家用到这个样子？因为它不是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问题啊。可是显然在纪凌莲的开口。的言下之意是，所以才会搞到是这样。那大家就在问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天本来下午2点半，纪凌莲有一场记者会，那结果后来临时取消，说因为另有药物啦，什么什么这些。现场有2位资深媒体人，小玉、杨敏，请问一下，有人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个记者会？小玉来，小玉先来。我听到的是他不想道歉。他不想道歉，他本来你知道吗？有多少说法？还有人觉得说，今天他如果要出来，除了道歉，他是不是就应该像赵少康讲的，要辞，他就干脆自己辞掉副主席，免得惹起这么有很多的一些说法。结果没有，釜底抽薪，干脆不开。是，我等下可以帮他说明一下。哦，好，来，小玉先来。我听到是他不想道歉了，他不想道歉，本来有叫他出来道歉，对，谁让他出来道歉？我听到是这样了，郑丽文他们叫他出来道歉吗？所有人都应该道歉嘛，道歉已经是最基本的嘛。我有问一下线上的同业啦，那他们的说法是有一家电视台跟纪凌莲联络上，然后要访问这个事情，然后约了2点半在党部。那你知道现在同业都会这样啦，就是说A 约到了，那 B C D E F G H 啊，后面就问说可不可以一起问？当然啦。好，结果呢，这个同业就在问纪凌莲说，那有很多其他家要不要一起访？然后纪凌莲跟他说，那你要他们一个一个打电话来问我。哇，好，那后来当然这个就等于说其他家基本上就没有问啊，没有成功啦。那原来那家后来对问题就来了，就是在准备要2点半快要到的时候呢，纪凌莲就打给这个电视台的同业呢，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我临时有事，所以呢今天就先取消了。所以你说有没有道歉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他严格讲不算是一个记者会，但是就是说有一家约访成功，但是呢其他家要跟进，后来被阻挡了。那当然线上同业很多猜测啦，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党中央是真的？因为这个2点半要开记者会，消息很快就出去了嘛。对啊，因为所有媒体写的都2点半记者会啊。结果呢，党中央可能看到这个，糟糕，纪凌莲还要出来讲什么？那不如先请他缓一下。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OK， 来，主任是这样吗？差不多啦，跟杨明提到的差不多啦。哈，我听到也是某一家媒体哈，而且那一家应该是本来我们应该不会接受的媒体啊。跟他约访哈，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答应了，然后这不是记者会，那就那个媒体就可能跟同业说，这个纪凌莲副主席在什么时间要在哪里？但纪凌莲副主席觉得说，那应该是1对1的那个，就被传成是记者会，那他可能就想说，我没有答应记者会啊，所以他就取消了大概是有中间这样的沟通落差了。OK， 那好，这整件事情今天呢，不管你说是访问或是记者会，2点半取消，但显然这个火是一路往下。野火燎原，一路这样往下。刚才就讲，不过是一个8000亿跟3800亿加 N， 在郑丽文口中，他甚至说8000亿跟3800亿加 N 都一样啊，但是他们只是坚持3800亿加 N， 那是国民党中央的立场。小雨，如果都一样，那不过讲了一个8000亿，就算韩国瑜想要积极尽快让军购过，那也不是罪不至死吧？那怎么会搞成是这个样？不要小看这个韩国瑜到目前为止他按赞的10几万了
你知道我的牛肉面才1万多，他10几万了。好了，我不要比了，对啊。好，那他的这一句啊，哈，老牛自知夕阳晚嘛，沉默无声自奋蹄，这个是他很喜欢的那个对联嘛。对他上一次就用过这个，对，就那个张炳煌老师书法家帮他写的，挂在他的办公室嘛，对不对？哈，然后又写了5个无愧哦，国家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职责，无愧于党，无愧于心啊。那你知道吗？这一篇出来之后啊，要国民党所有的人通通都要上去留言，你知道？我今天还在看到底有谁没留，可是太难了，太难了，因为他很快就灌爆了，太快爆了。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傅昆萁有没有上去留言。你看，连郑丽文都后来都上去留言啊。刚刚有讲嘛，就说郑丽文上去留言，不留言还好，留言还被骂嘛，哈，就后面那个酸言酸语超多的。你知道，包括什么战斗蓝啊、鲁马体系的啊，第一时间呐，哈，大家都比快要上去留言，就说院长辛苦了，院长辛苦了，哦，那个要比快的啦。所以有时候大家关心的是韩国瑜到底有没有生气。而且今天传了一个很好笑的消息出来，就说郑丽文啊，不只是在上面留言，还打电话给韩国瑜。结果韩国瑜呢，第一句话是说：“怎样？你是要来把我开除的吗？”对啊，这超好笑的。问题是说这件事情怎么会传出来呢？那是不是我相信这么有点尴尬的事情，应该不是国民党这边，应该是韩国瑜这边有意放出来的吧？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现在大家有在关心这，你刚刚讲的那么多大江大海，大家关心的是韩国瑜的情绪到底还有没有被弭平嘛？那我们当然也会聊天啊，就会觉得说，韩国瑜看起来如果是这句话，而且还刻意放出来的话，代表说他真的可能他还是有点在情绪上面，并没有这么轻易的要来原谅郑丽文。韩国瑜看起来如果是这句话，而且还刻意放出来的话，代表说他真的可能他还是有点在情绪上面，并没有这么轻易的要来原谅郑丽文。他就连我们都会联想到阴谋论了。昨天第一时间呐，大家在现场的记者同业第一时间都在讲说，纪凌莲到底是要演给谁看，或是他背后到底有没有主使者？我相信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义。那当然。我相信韩国瑜一定有这样的意义嘛，因为你看昨天纪凌莲这样讲完之后，然后他不是讲了一大堆吗？说什么要建请开除韩国瑜党籍，就后来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镜头啊，那个郑丽文就突然瞪着眼睛很大，就看着这个纪凌莲嘛，他一直说将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再来就是傅昆萁拉着他的手嘛，哈，不要再讲了。就纪凌莲讲说，我有言论自由，我要2分钟，我要把它讲完哦。然后他就继续骂，然后从韩国瑜一路骂到徐小新，然后后来那个傅昆萁就一直拉着说，好了啦，这样子，哇。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哇，你这个演太大了。好，那回过头来，你昨天最精彩的2个场景嘛，一个在中常会，一个就是在那个党团嘛，那其实都是为了军购案嘛。那我们先讲了哈，就说纪凌莲，你如果真要讲阴谋论的话，其实你要上到什么？要上到总统大选了。昨天已经有人讲说。这个已经上到总统大选，为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郑丽文确实是有企图心，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啊，大家都觉得说，最近的那个郑丽文啊，自从那个政协会回来之后，就整个不一样了，不只是天命加身，天加身，还大力多，还不想要说很多人都在，他不讲很多人吗？都在劝进他要选2028，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的企图心已经昭然若揭了。纪凌莲在2022年的时候，他曾经亲自跑到那个共产党啊第11届3中全会的44周年，他去参加人家的这个共产党的那边还放了一个什么邓小平的那个铜像在。那你觉得这个还不够恐怖了？他还有更恐怖的，我们那个黄埔建校啊，你好歹纪凌莲你是海陆2级上将我们的黄埔建校他不去凤山，他跑去广州他跑去广州，我们就说你有这样子的，我们有这样的国军，有这样的退将，你真的还需要敌人吗？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嘛，你已经是19比6，你差3倍的人数而且这是100分钟，而且甚至有些立委啊，我要讲这2个，一个是黄建斌，一个是黄仁嘛，他们为了这个怎么假动啊，连那个帛琉都不去浪费20几万食宿啊，然后机票都不去，然后连那个什么帛琉国王本来要接见他们，他都放鸟就说因为这个国民党团要假动，他们要回来不敢去啊，要参加这个国民党团的这个大会啊，结果你开了一个什么19比6，结果你竟然不表决，结果是何各言而至，不表决，讲一讲不表决，那是谁？那就是傅昆萁啊。傅昆萁说不用表决，因为我们没有共识我们就散会，因为现场人数发言一看就知道表决完以后一定就完了啊，对啊，所以
是谁？这就是傅昆萁把他压下来的。那我就问，其实5月6号周3的那个党团协商根本就不用开啦，因为上次就说因为是没有结论嘛，所以他们要开党团大会，赶快有个结论嘛。你下礼拜3你还开什么开啊？就你还是没有结论，那你这些人去还不是坐在那里？所以我真心觉得说，你看我刚刚讲嘛，你从好了，你姑且不要说总统的阴谋论，我就说你是不是要演给中南海看？你包括这些人，好，你就是已经已经比数这么悬殊，结果你都还是不愿意表决，然后再加上党中央，纪凌莲他连那个韩国瑜都敢开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党机器在我手上，我想开谁就开谁，所以当然呢，不可能就是说韩国瑜当然跟萧敬言是没办法比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连这个韩国瑜都敢开了，代表说党中央在我手上，那个党机器在我手上。最后我要讲了，我觉得今天最后悔看到这局会是谁？一定是卢秀燕嘛。卢秀燕本来以为这个党主席也塞亏不好，可是现在看起来党主席超有用，只要这个郑丽文跟傅昆萁整个结盟，你那整个国防预算就掌握在他们手上啦。你外面旁边这些人，你不管是战斗蓝啊、卢妈啊这些人，8000亿啊，朱立伦叫的震天嘎响，人家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啊。所以我就问说，今天卢秀燕你会不会觉得很后悔？假如今天你当党主席，你觉得今天的局面会是这个样子吗？姚明，这整件事情，那没有人想到，在昨天国民党不过每个礼拜3都开中常会啊，怎么会是纪凌莲，然后突然之间蹦了这么一枪，而且用词之重啊，所以才会引起这么一个轩然大波。然后包括他把黄复兴也扛出来咯。那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那今天看到整个包括你看那个台中卢妈系统的，包括所有国民党，然后跟韩国瑜，然后刚刚讲到10几万的那个暗战，所有那些，那整个反扑会让不止纪凌莲，我相信连国民党中央郑丽文他们大概都有点吓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不是他们说了就算。刚刚讲到，包括他这个发言，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不过就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要讲到这么重，是有要演给谁看吗？还是像赵少康质疑的，有引武者吗？今天有一个成语就是所以很流行改编嘛，老骥伏枥。纪凌莲嘛，枥是郑丽文嘛，老骥伏枥啊。那当然这个是玩笑话啦，但是昨天那个场面副主席要讲话主席不同意的话，有可能有机会嘛？你有看过哪一个国民党副主席在这个中常会的这个谈话，可以在主席后，他是接着主席后面讲的？如果今天没有主席同意，他能讲吗？所以注意昨天有一个很关键是，讲完那段话，即便傅昆萁东拉西扯好，最后讲完了，郑丽文还要出来起来补充一下。你看他，所以他是知道有这一段的，但是不见得内容他都同意啊。现在就说是纪凌莲自己的个人行为。对，但是无论如何，能在那个场域讲话，党中央一定知道嘛。就是纪凌莲有一段对军购的谈话，党中央应该是知道，只是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把枪对准那几个你们不听话的立委是要提醒你们的，结果没想到膛炸。当然讲到枪。纪凌莲将军是这个枪王啊，对吧？那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特战那个陆战队里面他是有过这个满靶连续3个满分的记录，他是真的神射手，他是真的枪王，所以他到处送枪是因为他真的很得意。好，那可是这一次是把枪送给别人往他身上打了。昨天我们先不管他讲话的得体或不得体，重点是他凸显出他点名2个人。一个叫韩国瑜，一个叫徐巧芯。其实我必须说，徐巧芯为什么昨天可以轻描淡写，有个韩国瑜当他的这个天花板，帮他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啊，有韩院长扛啊。所以今天他去打韩国瑜这件事情，你看昨天多少人站出来？对，我觉得啦，纪凌莲将军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军购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认为他。后面刚刚你讲到引武者是谁？纪凌莲将军一辈子都是军人，服从为天职。他一定是有人告诉他你应该讲点话。为什么？很多网友很厉害啊，把纪凌莲将军2006年20年前，他是被扁政府钦点上政论节目的名嘴啊。他是名嘴将军。那时候他在国防部，他要负责对社会沟通，对美军购啊。那时候他是被民进党政府推上前线去说服国民党在野党要支持军购的。
现在变成在国民党里面当副主席，哎，你们谁敢挺美国？啊，后面是谁？重点是后面是谁？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现在有很多这样，比如说有些解读说啊是老共哦，有人解读是什么 CK 杨，哦，有人解读是什么郑丽文，不管是谁，国民党搞这一出哦，他反而加速了卢韩结盟。有人解读是什么 CK 杨，有人解读是什么郑丽文，不管是谁，国民党搞这一出哦，他反而加速了卢韩结盟啊。其实这才是最麻烦的。所以你看，一开始先说话的是小新，就是郑兆兴先发，然后今天你看卢妈三子里面，包括黄建豪、楼廷伟直接接受媒体采访，然后最后是卢妈登场，然后直接讲说韩院长啊负重前行这些。所以看起来就是正式两挂，尤其是卢韩结盟，就是往这走了。可是这个，我觉得当然，郑丽文主席某种程度他也许他要转达的讯息啦，因为我觉得纪连将军的话他是歪打没正着哦。那可是他们党中央也许想要传达，为什么是点2个人？一个是不分区，一个是区域，是要告诉你们。黄复兴的角色是什么？黄复兴在国民党里面就是所谓的最忠诚的动员部队。如果你们区域乱搞，到时候我们黄复兴不会挺你哦。好，再来不分区的部分，韩院长的部分当然是提醒你说，你们到时候不分区的提名权是在主席手上啊。而且不要忘记哦，还有一个，最近哦，你知道最近因为从县市长的初选都有7-3制嘛，明年啊，2027啊，会有总统初选，对，到时候搞不好有党员投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可能要打那个7-3制，可能总统又搬出来啦。到时候黄复兴的部队你 hold 得住吗？我觉得某种程度已经开始变成是一个叫做未来2028前哨战的暖身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唐诈某种程度上对郑丽文来讲，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他坏了一件事，就是坏了这个所谓3800亿要不要加 N 的。这个版本，我认为现在反而把蓝军的那个8000亿整个气势往上拉。对，没错，现在大家都在挺韩就是8000亿，就站出来了。对，我觉得反而是那个3800亿的，现在声音就变得很小。对，所以你们大家都误会季将军了。其实他真的就是希望8000亿赶快过啊，所以用这样用心良苦啊，这样以后所有的8000亿的全部都跳出来以后，你想想看，下一次傅昆萁如果要是还是这样的一些投票，傅昆萁还要挡吗？下次到底该怎么办？我说，如果还有这样一些场合，好，当然你说玩笑话是一回事，但是一路走到看到变成这样，淑慧，对你们来说，一定不会想到国民党一个军购，因为你们今年要选，然后立委呢，2028总统跟立委都要选，在选的人对于中央、对于军购、对于所有那些，不要说地方选举跟这些都没关系，多多少少老百姓都会听，都会怎么样？那这些，然后今天搞成这个样子。那捅了马蜂窝不讲，然后整件事情就把大家全部都摊上台面上开撕，连引武者，然后甚或讲说到底背后有哪一些人，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为什么要走到今天这样呢？其实国民党是在野党，大家都知道在野党它没有行政权，所以我们所有的问政重心应该要在立法院，要尊重立法院的党团啊。那立法院它是民意代表，它必须要接受民意的检验，它也要面对民意。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党部在这个审军购预算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尊重第一线的立委？这只是一个军购预算哦，哈。我记得2019年连这个重大价值观的同婚法案这件事在表决的时候，到最后我们都可以尊重这个党籍的立委，他们去做自己的价值观判断，或者是民意的判断，让他们自己去自由选择。哪怕国民党的基层一样喊出说谁敢投同意就开除谁，但是我们还是有7个立委选择去投下同意票。然后最后吴敦义主席也没有做任何的党纪处分，就是尊重他们。那是一个很重大价值观，跟国民党基层重大价值观不同。这只是一个军购预算案呢。那如果党中央，而且只是数字哦。对，如果党中央针对每一个要审的政策法案，甚至是要审的预算，通通要这样子去介入的话，那
立法委员他们的这个专业性跟他们的这个独立性会变成荡然无存。他们怎么去面对民意，还有怎么去接受民意的这个检验？我觉得党意跟民意应该要是一致的，而不是让民意代表两难。我到底要遵守党意还民意？党意跟民意应该一致的哦。那一直有人在说国民党是不是有路线之争哦？我坦白说啦，我们民意代表不是我们在选择路线哈，是市场在选择我们，不是我们要去选择市场哈。民意就是市场，我们是要跟着市场去走的啊。军购预算呢？简单来说，你要有3件事情你要去兼顾的。第一个，你要为民众守荷包，3800亿加 N 或8000亿，我们都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就是跟1.25兆是不同的嘛。第二个，你还是要注重国防安全嘛，民众对国防安全还是有他的期待嘛啊。第三个，你还是要注重到台美关系嘛，你不可能说我就是不要理你嘛，不可能。那你说啊，3800亿加 N 是为了中南海交大，我也不认为，因为3800亿加 N 跟8000亿说穿了都是一个原则，美国要的我们都给，只是阶段性。加 N 就是我看到你的发价书我才给，啊，8000亿就是我已经预期你这个就会来了，因为我已经看到那个机密会议的报告了，啊。所以徐小新因为他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他已经知道就是会有美方就是要8、9千亿这个预算，所以他就先提了一个8000亿的版本。那党中央提的版本就是我坚持要看到发价书，所以才有那个加 N 哈，无限扩充性啊。可是简单来说，我们的立场都是美国要的我们就给，哈，不是美国要的就再说，就回到正常的预算去哈。所以就像刚刚武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数字的差别。有必要喊打喊杀的吗？啊，国民党上一次要动国会龙头的经验是很惨痛的哦。好，马王政争嘛，对对啊，那时候马总统自己是党主席还是总统哦，要动自己的国会龙头，然后结果国民党变成什么样子啊？那这一次季副主席只是用一种呛虾的方式，就这样随口出来了啊，还好他也只是呛虾的方式了啊，所以引起的动荡也不过就是这个大家去声援一下韩院长，可能这件事就平息了啊。但是你看，就会引起外界很多这种见缝插针啊、阴谋论啊等等啊。我也没有很赞成，就是像赵先生说的要开除的是季副主席，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除谁？开除谁？开除一个都不需要开除了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拿这种喊打喊杀的话出来了，而是我真的认为啦哈，尊重立法院哈，他们是民意代表，他们代表民意，他们也要跟民意负责。公告拍天要被算是因呐，落算的是因呐，被大罢免的也是他们呐，不是季副主席跟党中央啦。可是淑慧，你刚刚讲，杨明刚提醒大家一件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分区可能掌握在党中央，所以下一次要不要提名你，可能呢整个感受上危险性比较大。但杨明刚讲，对，黄复兴确实是国民党所有投票里面的铁杆部队。但是不要忘了，上一次国民党是利用韩院长当第一名，把黄复兴都叫出来投票。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韩院长在黄复兴的力量跟纪凌莲你在黄复兴的力量，或是郑丽文主席比起来，搞不好韩院长在黄复兴里面还是画出一根当内型，不是你们以为那是你的部队，没有，大家只要旗子一挥起来，到底往哪一边站？杨明不一定吧，可能会有正黄旗、镶黄旗、对啊，韩黄旗，是不是？那个旗子一挥不一定，显然是不是有人误判，以为那都是我的部队，结果没有想到旗子一拉以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党中央不要觉得不分区都是我提的，我想多。我们当时提韩院长是靠韩院长来拉政党票，不是这样子吗？因为选完那时候他们不是党主席，你也忘了这件事。对嘛？我们不就是要把韩院长放在第一名，然后激起这个韩粉出来投票的吗？因为韩粉不只是国民党的，他还包括很多这个庶民嘛，很多开计程车什么都是韩粉嘛。结果没有想到旗子一拉以后，
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党中央不要觉得不分区都是我提的，我熊多啊。我们当时提韩院长是靠韩院长来拉政党票的，不是这样子吗？因为选完那时候他们不是党主席，你也忘了这件事。对嘛哈，我们不就是要把韩院长放在第一名，然后激起这个韩粉出来投票的吗？因为韩粉不只是国民党人，他还包括很多这个庶民嘛，很多开计程车什么都是韩粉嘛，所以。这个不要忘了哦，不要忘了，不要以为韩国瑜是在黄复兴的一份子。我认为韩国瑜是大于黄复兴的。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来，淑梅，第一个，经过这一仗，我就讲，原来国民党内部最起码有一些人才发现，原来韩院长是他们不可招惹的存在。包括黄复兴有多少嫡系部队是他，包括刚讲韩粉，如果再把韩粉不多，小玉刚讲的光那一篇文章下面按赞多少？13万。我再讲一次，我在节目讲过很多次，国民党里面有谁一篇文章出来，下面按赞会有超过，不要说10万，有1万的，13万6，好恐怖。这个就是，但是显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误判，讲完了那些以后，现在变成这样，纪凌莲会自己没事讲这个东西吗？好，另外一个有人说这是国民党里面亲中派跟亲美派，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正式开撕对垒。那有人再讲白一点，这个就是党意派跟民意派两个对决。是真的这样子吗？我觉得我还是要回过头来，不讨论漱口杯啦，我还是要讨论大海的问题嘛。国民党的路线其实就是国民党自己去竞争，其实跟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其实无关。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现在的这个军购是1.25兆这个。民进党所提出来的部分，其实是国防部提出来的，美国也支持我们的这个版本。那所以没有什么是美国要。我们就要给的是我们要，所以我们要跟立法院争取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但是你看国民党上就讲啊，美国要的我们就给，美国要8000我们就给8000，3800我们就给3800，错，从来就是台湾要的。而国民党对于台湾要的1.25兆军购这一件事情，到底立场是什么嘛？之前一直讲说你们这个1.25兆全部都是空白授权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要买什么啊。结果嘞，几次的机密会议，最近的这一次的机密会议，国民党除了陈永康委员有到场，其他的委员都没有到，其他的委员都不见了，那你们现在告诉我们说，你们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必要的，你们连机密会议都不愿意去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啦吼。然后再来，国民党现在的军购版本到底是几千亿？现在有人讲他支持8000亿，然后郑丽文说3800亿加 N， 但是国民党的版本到现在还没提出他们说他们是下个礼拜才要提出但韩国瑜跟江启臣院长、副院长在过年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过完年就要政党协商啦，就要过的版本啊。国民党现在立法院最大党。到现在版本都没有提出来，民众党再怎样被人家笑，黄国昌被笑到臭头，都还有个4000亿的版本。国民党现在的版本到底是多少？完全提不出来现在的8000亿、3800亿加 N， 除了嘴巴提，其实都没有所以到底是什么版本？那国民党为什么不敢提？那国民党居然在这个党中央讨论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居然会把这种很严重的词，什么亲痛仇快啦、卖党求荣啦，拿出来讲。我问你啦。军购版本通过，到底是谁是亲，谁是亲痛，谁是仇快？保卫台湾的军购版本为什么会有亲痛仇快？你们自己的副主席亲是谁？亲是不是你们主席所讲的亲人？中共啊，对不对？仇是谁？我就问你嘛，仇是民进党吗？民进党国防部提出来的1.25兆版本是你们的仇人吗？买了这些军购，做了这些军备的这个产业，保护的不是台湾人，保护的不是国民党，保护的只有民进党吗？我就不懂啊！而且国民党针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出来讲，纪凌莲还讲什么？说如果有人支持的是8000亿的版本，就是卖党求荣，请问国防预算8000亿卖了哪一个党？求了什么荣？跟谁求荣？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国民党完全没有解释，现在完全转移焦点，在讨论说这个韩国瑜啊有13万赞啊，哒的。我告诉你，韩国瑜院长能不能在国民党受到尊重，我们尊重国民党支持者的判断。但是
国民党要跟大家解释的是，你们的副主席为什么讲出这么重的话？你们的副主席为什么说军购是亲痛仇快？他的亲是谁？仇是谁？卖党求荣，通过军购会卖党求荣是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态度？再加上这个北京这边针对于我们的3次军购协商，他们掌握的非常清楚，他们还直接讲说8000亿就是不可以同意的版本，还联系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我们有听到国民党不管是党中央或者是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出来对这一件事情、对报道这一件事情的记者出来抗议吗？没有完全没呢。我要讲说，你们国民党是整个党都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吗？连出来抗议说没这件事，你们都不敢吗？所以这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纪凌莲这个他过去的背景，包含他曾经这个在这个100年黄埔建校的时候，公然的称赞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这个英雄盖世这个所有的这个军备的能力是世界第一，他就是公然称赞解放军的啊。他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啊！但他现在就是你们的副主席啊，所以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不要模糊视听，不要转到说啊，这个到底你们谁路线之争啊，或者是卢秀燕要不要出来？卢秀燕跟郑丽文什么问题？大家不在意你们这边，你们告诉大家，你们的军购版本到底是多少钱？你们到底会不会通过军购版本真的有亲痛仇快的问题？卖党求荣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啊，昨天演的这一出戏，其实时间点大家要好好看。早上先是国民党在党团的会议嘛，那个党团会议就是刚刚大家所讲的嘛，19个国民党的立委支持8000亿的版本，只有6个支持3800亿。那傅昆萁是党团总召，他知道这样的状况，议而不决。中午马上在开中常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早上的会议不如傅昆萁，所以才有中午这一场中常会？要利用党的机制，告诉所有的立法委员，不管你是不分区，即使你贵为院长，我都要警告你，要听我党的啦，要我中央说了算啦。是不是这样子？我也不晓得。这个国民党自己要解释清楚。早上因为傅昆萁的党团他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中午的闹嚷啊，闹党主席出来、副主席出来，公然的呛瞎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而立法委员现在除了韩国瑜的那个什么所谓的什么老牛的那个声明里面，其实也没有很重。老牛自知夕阳晚，沉默无声自愤。对，然后这个几个无愧，他还是没有正式的去表达说。我就是支持8000亿，军购就是要8000亿，我认为才能够保护台湾。国民党应该好好听听立法委员的声音，没有啊，他还是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我觉得，到底这是不是一场戏？我觉得要继续看下去，因为为什么？昨天在这个纪凌莲在中常会开完会之后，马上就有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了嘛，就闹场了嘛，然后闹场就是骂郑丽文、骂纪凌莲、骂所有的人嘛。这时间点不是觉得很奇怪吗？我自己也是民进党的议员，台北市议会也在这个台北，我们中央党部开中常会，里面开完什么事情，我都无法第一时间知道。所以我觉得，到底这是不是一场戏？我觉得要继续看下去，因为为什么？昨天在这个纪凌莲在中常会开完会之后，马上就有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了嘛，就闹场了嘛。然后闹场就是骂郑丽文、骂纪凌莲、骂所有的人嘛。这时间点不是觉得很奇怪吗？我自己也是民进党的议员。台北市议会也在这个台北，我们中央党部开中常会，里面开完什么事情，我都无法第一时间知道。但居然有一个国民党的韩粉支持者，知道国民党中常会开的什么事情，然后副主席呛瞎了韩国瑜，然后马上跑到那里去呛瞎。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去抗议那个是北检也曾经闯过的那个常客啦。是啦，他是名人，他是抗争名人啦。是啦，他随时都在看直播的啦。是啦。可是我觉得这非常奇怪啦，就是说你干嘛随时去掌握一个中常委？他没有人告诉他有可能到现场去吗？这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昨天的这个抗议其实只是要为了要平衡呐，就是有人挺3800，有人挺8000，但是国民党要告诉大家，如果这个版本到底哪一个版本会通过，国
国民党自己要出来讲，党主席可以自己讲他的，立法院党团也可以讲他的，但不要两面手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演下去，有可能到最后这个要选举的人到最后把责任全部都推给郑丽文，说啊都是党中央啦，我们就是3800亿加 N， 也有可能一直拖下去之后，我告诉你，整个军购就被拖走了，完全根本没有军购。那伟豪，如果真的要讲，你也不得不讲，因为人家说柿子挑软的，没有季林人没有挑软的哦。他直接挑最硬的，他就直接挑韩国瑜。对，如果因为韩国瑜讲过说什么8000亿是不是他扛，然后要挑灯夜战要尽快过，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季副主席是因为这样，那要开除的人多了。卢妈有没有在自由时报？对，那时候讲的是多少？是1兆吧？8000到1兆。1兆。对，8000到1兆。侯友宜今天讲的是3%GDP 3%。GDP 3%。然后算一算，而且说差不多是行政院的版本，那就不只是8000亿喽。那这2个首长要不要开除？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都开除，是这样吗？那一路上刚几个来宾大家有讲，因为包括季林人他是海军陆战队2级上将，所有这些，但是刚讲到黄埔啦之间对接，所有这些，如果把这些全部拿出来，当然就会有很多人在这上面会去做一些的文章，不是吗？我这个可以切入的点太多了，不过大家刚刚都讲到，我简单带一下，就是其实，在国民党内的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我发现有一点很妙，民进党都认为，很多人认为不能说都，很多人认为说，国民党是不是在演戏啊？我个人认为，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啊，包括早期我在国民党的经验啊，我认为不是演戏了啊，国民党这种就是什么呢？标准的老直男说教就是我最懂啦，你们全部都不懂。我有年纪，我活最久，我将军呢，有谁比我懂啊？就这样啊，所以当他讲的时候，不能你哈。就是你在讲什么？不是你将军你可以讲，但你不要讲到要把人家开除，然后卖党求荣，亲痛仇快。你这样讲下去，大家解读起来就各自不同啦。对，像可是，在我们高师单位服务过了，我们跟一些比较中高阶的将军就是都大帅，真的很像以前大帅，对军阀剧的那种大帅，动不动就要把人给拖去毙了。好，这个拉回来了。昨天的这个场景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慢慢蓄力爆发的过程。所以，当然，现在大家会讲说，季林年是不是一直都很红啊？包括像一些比较亲独派的，就会立刻跳出来说，季林年当初2024的那个黄埔100年的事情，那个时候陆委会是警告说，这个黄埔就是入关的正旗都不要去，最后正旗没有去，季林年带了一些专修班的去了，但是季林年他自己是正旗，他38旗，但重点在于说当时的确成功的拦下了一大批黄埔的正旗。好，他去那边为什么会被讲话呢？因为他们先去广州的黄埔之后，随即去北京然后这个活动又是他们的这个中共军委会政工部啦，中共军委会政工部，它是他们以前的这个总政治部，是等于我们的政战的超级加强版，等于我们的政战加保防。我们过去是3长嘛，有政战有保防，但他们这个是总任务是政战加保防，那是超级版的政战。好，所以大家都讲的这已经统战形成啊，你作为已经当到上将，你还自己这么没 sense 吗？他一定有 sense， 他一定懂，他去就是他就要在这个地方站为头牌，回来之后呢，我是黄复兴的头。好，两边一把抓。好，那当然现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样要从苏北刚才讲的那个脉络去讲。早上南委开了党团大会，那我们知道的结果是19-6了那其实那个中午的时候，我问他们说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讲说3倍啦，那个3800亿对上那个8000亿的是差了3倍这样子。然后他们说有人讲话很难听现场有人情绪比较激动，但是傅昆萁就没收了。好，我们不要表决，不要投票。你如果票多，一定说现在马上投嘛，立刻出门嘛。傅昆萁是主席嘛，因为他是党团的总召，他就可以把没收就说好，我们今天只是合各言而至这样子大家讲一讲，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但傅昆萁很聪明，他出来不是说5月6，他说5月8。5月8是院会当天呢，他意思就是说5月6大概就还是我要拖一路拖到5月8，就是你们这些觉得应该有8000亿的人。你们要永怀希望，我们会让你抱的希望一直到5月8号早上这样，但它实际上就是不要处理。这会不会有情绪？会嘛？我造反派的，我都已经
放消息说有主委打电话给我施压，找媒体放消息。对啊，然后我在现场慷慨陈词，大家都在数人头了，有几票，总共去了31还32个人，就有19票。那你现场的那个气氛就很知道，然后被没收会不会有情绪爆发？所以下午纪凌莲讲的这个事情，老实说啊，我建议就是还是可以把纪凌莲的话稍微再多听几次。其实他的说法是，他跟韩国瑜这个兄弟40年。他相信韩国瑜不会卖党求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我一定带头，就是不是带头枪毙他，带头开除他这样子的感觉。但你注意他的脉络是，他其实不认为韩国瑜是这样子的人。对，但是韩国瑜做了什么事情会卖党求荣？对，那重点就是这个话讲出来之后。瞬间那一些早上美松凯的情绪，8000立派的情绪，立刻都出来，卖党求荣，你开除韩国瑜，就立刻开始奔向首告，就那个老头要开除韩国瑜啊，所有人都奔向首告，情绪马上就起来了，这个事就不可挡。那你当然讲说。他讲的卖党求荣是不是某些3800亿派讲的这一个你韩国瑜接受美国人施压，特别是当天早上 AIT 又贴了一张嘛，罪证确凿啊，这个是通美啊好，那当然了现在吵到这个样子，我想也不用纪凌也不用出来道歉，那道不道歉真的意义不大因为他咖位其实就是说穿了嘛。当这个昨天早上有蓝委特别强调，我是区域立委。我受到党部主委的压力的时候，区域立委这几个字什么意思？我人家选民一票票投出来的嘛，你是一票票投出来的吗？其实就已经在呛瞎这个部分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局已经不是纪凌莲可以收拾，只有郑丽文可以去缓解。然而，刚刚郑丽文他又再次强调3800亿家人，在我们录影的同时间，又回去3800亿家人。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很有得言双方都不愿意退了。但如果赵伟航刚刚这样讲，但淑慧，你们会不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刚才你也听到舒培有一直在质疑说，是不是跟老共那个地方有没有要做交代的，或什么类似这些？因为有一个日期压在那里，川习会，就是5月14吧。就是这些。如果这次的军购案真的是在5月14以后。才有一些的消息，或是有一些的下落，那跟最近媒体的一些的报道，一定会被民进党他们就拿出来这样用。你们是要选举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赵少康不是也讲说，有一些尤其要选县市首长，那就是今年要选的人嘛，县市首长跟议员的人，在面对到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又搞成是这个样，然后中间再玩了这么一出卖党求荣、亲痛仇快。那对你们来说压力要不要会不会更大？刚刚讲那媒体有一篇报道讲说，老共有没有跟你们之间讲说川习会啊？这个时间，国民党针对这件事要不要出来澄清一下？我认为川习会谈的议题是中美关系，是世界局势。老共不会想要觉得说拿一个台美的军购就觉得可以去钳制川普做什么，川普也不 care 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是天方夜谭台美之间的军购可以去影响到川普什么吗？可以去影响到川普让步这个中美关系的利益吗？中美关系谈的是世界的这个利益分配，世界的霸权是美国他要的利益是什么这个大跟小的比例大海跟漱口杯，对，大海跟漱口杯，鸡腿比什么嘛所以我认为不要把台湾放大到这个中美之间他们的博弈的所要谈的事情嘛那刚刚吴哥讲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那你们对你们选战，对我们选战，坦白说啦我自己在跑基层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遇到有一些呛虾但是那个呛虾我很难去判断说，那是中间选民还是民进党的支持。但我个人觉得比例没有很高，因为地方选举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是市政政策。那国民党支持者当然会觉得说，甚至还有人说，我连3800亿都不想给，说拿来做内需多好拿来做补助民众多好。各种声音都有，所以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今年的地方选举的选战？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来。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地方选举的选战，候选人的特质跟候选人所这个扮演的这个角色，刚刚提出的政见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像沈伯洋。为
什么会传出来说，其实民进党反而还希望沈伯洋不要再那么意识形态，不要再那么抗中保台，反而是觉得说，他过去打的那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地方选举是没有帮助的哦。所以我觉得军购这件事情哦，离地方选举哦，其实我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啊，中美关系当然是大国博弈，但是中美关系绝对是美国最 care 的一件事情。而台湾刚好就在这个中美第一岛链的最重要的核心，再加上台湾的半导体，未来中美对抗里面，台湾绝对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不要小看这个关键的角色，就像韩国瑜说的。那个所以美国不会被那个塞子川普拔起来之后，那个水就不见了啊！所以第一个要那个国民党要非常清楚，台湾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我们通过国防预算之前，就已经先给我们5亿美金来加强台湾的一个相关的防备。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未来中美对抗里面，台湾绝对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不要小看这个关键的角色，就像韩国瑜说的。那个所以美国不会被那个塞子川普拔起来之后，那个水就不见了啊！所以第一个要那个国民党要非常清楚，台湾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我们通过国防预算之前，就已经先给我们5亿美金来加强台湾的一个相关的防备。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另外就是说，我要讲的是，美国这一次会不会拿台湾来做所谓的交换？这是国民党期待的啊。他就希望说川习会之后那川普直接说我不给台湾军购了，结果那我就可以把，因为他就可以把所有军购不过的责任推到，我说这是媒体报道，推军购不过的责任推到美方不卖给我们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叫做期待，这是国民党的期待，这是你期待国民党会这样。游淑慧委员议员从来没有解释过3800亿加 N。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发价书？卢秀燕都已经讲发价书，不然就可以动过8000亿。那为什么整个国民党中央要这么积极的去让所有要选举的人，这些立委，这些要面对选举的县市长，要去面对这些压力，逼迫他们要接下吞下去？这个到底是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不是中共吗？而中共知不知道这是非常重要一张牌，可以跟川普来做谈判的牌？这个才是我觉得现在就国民党中央所期待跟扮演的角色，也是傅崐萁跟郑丽文扮演的角色嘛。但是我要讲的是，选举有没有害？你去问县市长啦、议员都没差啦，游淑慧服务就好啦，票就多啦，伊唔惊。但是要选管区定位时阵，要考虑的就不是黄复兴党部嘛。他要考虑的就是中间选民嘛，而这个议题是谁打出来的？说真的，从卢秀燕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本来这个议题就可以结束了，谁拖到现在？就是郑丽文的党中央拖到现在嘛。而这个拖会不会影响到县市长的选举？会不会继续拖下去？看起来傅崐萁跟郑丽文是想要以拖代变啊，拖到美国不卖给我们嘛。而这个拖影响的就是国民党的选情。来，淑慧，刚刚就是在说嘛。美国根本不会被这件事所威胁，所以如果北京想要靠说你军购你把它挡住，用来牵制我川习会的时候，可以去威胁川普让步，那是不可能的事嘛。川普要的东西，要去跟习近平谈的东西是远大于这个小小的一个军购案嘛。他要卖给你台湾，他就一定会卖嘛。我怎么会被你习近平所威胁呢？所以你颠倒过来，你又说台湾很重要，没错，既然台湾很重要，说的误判嘛，所以你挡住经过根本牵制不了。他认为自己可以拿你到底是认为郑丽文有大头病，还是认为北京有大头病？中美的谈判，他认为老共会帮他讲这块，而且美国会让步嘛。你刚刚说的是北京认为这个会影响中美的谈判，北京不会觉得这一件事情可以影响到他们川习会的谈判，好不好？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事情，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不会让步，但是中共会要求，而郑丽文配合了中共的要求。国民党从来没有希望
美国把台湾交易出去，我们是害怕，我们怎么会是希望呢？不要这样子啊，信口开河，随便就给人家扣帽子，然后等到我质疑你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是媒体报道。这很不负责任啊！我刚才就说，我认为了，我可以为我自己说的话负责。那你也不可以把你的认为就随便扣在全部国民党的身上啊！你可以否认，但是我可以认为。对，我觉得这个美中的谈判哦，台湾常常就是在谈判桌上面的议题啦。他拿出来谈的是谁？拿出来谈的就是中国啦。那我们在这个对美国来讲，其实他也在考验所有的盟友，在第一岛链上面，你们有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吗？这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的嘛。美国愿意，如果中国对我们有侵略的时候，他们要协防我们，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要保护自己嘛？所以这个军购为什么要提升到这样子的规格？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然后你在讲说啊什么美国中国拿出来谈啊，美国不会接受。我告诉你，美国在看我们自己保卫的决心。如果当我们台湾里面内部有很多的人都跟中共站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无条件的保护我们吗？我觉得，如果我们都不愿意保护自己的话，人家为什么要保护我们？我觉得这就是最大一个议题嘛。那你看哦，川普跟习近平多次的通话，习近平有没有把台湾拿出来当一个议题在讨论？有啊，川普不接受。但是如果川普有一天发现说，台湾啊就是国民党啊，就是郑丽文这一些人啊，一直在背个预算啊，而且跟中国的关系非常亲近哦，连军购这个预算啊都要得到中国的同意才敢在立法院通过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觉得说啊，这里面真的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当然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不认为国民党会是这样子卖国的党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绝大多数的立法委员也好，议员也好，一定都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所以在这个国防预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理性的来讨论嘛。不管你们的8000亿，不管你们多少亿，拿出来一条一条来看。这个机密会议去参加，哪一条编的不没有道理，哪一条不能说服你，你们告诉大家嘛。不要用喊的啊！什么3800亿加，你们很多支持者也不同意。为什么支持者不同意？因为你们告诉大家不要同意啊！你们告诉大家3800亿拿来做什么？刚刚游淑慧讲的啊，做这个是这个民众的这个需求不是很好吗？怎么会对？做国家建设有国家建设的预算，做国防有国防的预算，国民党就是统统把这些全部混在一起，让我们的国民有错乱嘛。所以我还是要讲这个军购好好的谈。当别人要保护我们，当全世界要跟台湾站在一起的时候，台湾如果没有想要保护自己，不要告诉别人这个人家来保护我。在第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美中的谈判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拿出来当这个谈判的议题，这不是台湾能够控制的，但台湾能够做好的就是告诉大家我的价值在哪里，你不可以轻易把我拿去当谈判的筹码，把我交易出去。这个我非常谢谢舒培说你相信国民党也是爱台湾的也是这个对中华民国的安全是非常在意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预算除了我们的国防预算，任何预算都一样，除了特别预算以外，也有一般预算，到现在还没过啊。对，但是今年5月了，我们要讲到这个事情，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你先让我讲完嘛。你知道我们5月已经开始纳税喽，所有的人民都要开始缴税喽。你知道立法委员到现在连国防预算都没有通过。好，来，如果你要讲这个，你又要回到说，那即便是通过的预算，你们也不执行。通过的法案你们也不执行，这个一直在跳，所以就一直在跳针嘛。为什么不审？为什么不审？还是回到为什么不审？那回到那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不审嘛？为什么不审嘛？来两位，来淑慧先把刚刚这个议题先做结。讲完好，所以1.25兆里面当时国民党的态度就是有一些支持在特别预算，有一些如果是在台湾制造、台湾采购、台湾生产的，可以回到年度预算去做所以总金额你到底要怎么样逐年去扩增到 GDP 3%？侯友宜的态度国民党也没有反对这些都可以，只是说你要如何编在常态预算还是特别预算，要不要规避监督，还是一个包裹，这些是要谈的这是一个像舒培说的，好好坐下来谈没有人不要国家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不好意思，民进党每次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展现我们有治保的决心，要不然美国不会无条件来帮你。错，即便我们展现了，美国也还是不会无条件的帮你。看乌克兰都知道了嘛，哈。之前所以你们到底支不支持吗？好，你讲那么多，那你们到底支不支持军购预算？但是你不要对美国有幻想嘛，不是？那你支不支持军购预算嘛？以为说这样美国就现在就没有无条件了？你支不支持军购预算？就是要钱，不要跳针，你支持？那你怎么会觉得有无条件军购预算？我支持啊，但是要谈嘛。那你们的军购预算什么时候谈？那就看立法院他们什么时候版本嘛。提几千亿，唯一一个就是季将军不要再。你觉得美国会无条件帮忙台湾吗？我刚刚讲1.25兆就无条件了。两位，我们要先保护自己。这个炸弹都是季将军丢下来的，好不好？一个季将军丢下来。国基很简单，周和解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包括川习会那我们的，如果照现在时辰往下看的话，川习会以前我们的军购会有着落吗？难哦，因为5月6号协商。再来院会是5月8号，就最快是5月8号。是啊，那也只是条例呀。条例完了才有预算啊，所以川习会前预算绝对还不可能送到立法院，最多是条例3读。但是5月8号能不能过，我都还是一个大问号了。那拉回来说，季将军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哦？郑丽文主席下午的行程是讲说，这个他可能一时冲动啦，讲了这些话，但是呢，大家都是老同志、老交情，所以不会被见缝插针的。郑丽文主席下午的行程是讲说，这个他可能一时冲动啦，讲了这些话，但是呢，大家都是老同志、老交情，所以不会被见缝插针的，然后大家都支持韩院长这样子，他就说大家都很支持，我觉得他这个叫做此地无银300两，就是如果没事，你就不需要讲。当你讲了那么多，就是有事，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提了。那当然，这个对党中央会比较尴尬啦，因为会有一点提早把一些原本可能发生的矛盾提早把这个搬上舞台来啊。那只是说现在在谈军购这个议题里面，就像刚刚讲的，到底是漱口杯还是这个大江大海？就是军购如果是大江大海，季凌莲跟韩国瑜叫漱口杯的话，国民党比较在意这一块。这是确实啊。为什么？因为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军购重点是反正不要让民进党乱搞就对了。就他们其实不管是3800还是8000还是就是不会有1.25兆那个选项，在国民党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要严格看管。好，那所以我说这个议题现在看起来对国民党来讲反而是开了一个新战场。而这个新战场很有可能会变成那个叫做2028的未爆弹。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尤其昨天季凌莲讲了一个很关键，他是说用黄复兴主委的身份。对，因为这一点，就是黄复兴未来在国民党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是说变成党中央的那个，我不要讲太难听，叫锦衣卫。就是今天谁当主席，黄复兴就是我的锦衣卫，谁不听话，黄复兴会去修理你。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黄复兴了呀。现在叫做工作委员会。对，本来叫做退伍军人这个工作委员会。2024年朱立伦的时候，现在又叫做黄复兴工作委员会了。所以呢，黄复兴工作委员会，因为季凌莲他现在是兼主委了，所以呢这一块我觉得反而是接下来国民党内可能会比较人人自危，就是难道今天跟党中央作对，就要变成黄复兴的敌人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气氛才有可能影响到未来国民党内的团结。好，这几件事未来怎么样落幕，然后包括郑主席讲完那些话，是不是就可以落幕？甚或军购时程大家都在看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来一下，今天有一则新闻，北检最后压线上诉，然后柯文哲的案子，金华城他直接说，北检直接说那个大家在 USB 看到那个工作部那个1500说的那些。他说那就是补强证据啊，你还要我补什么东西？所以北检看起来在2审的时候，大家还有得打。对，2审的部分呢，主要是针对所谓的量刑的部分啊，因为譬如说柯文哲量刑17年，跟原本的28年6个月差距太大，检察官认为量刑太轻，就提起这个相关的上诉嘛。那其他人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包含这个应小薇跟那个沈庆金，都是因为量刑的问题，所以检察官提出了相关的上诉的一个理由之一。那另外最重要的理由还是
所谓的1500小审啊。那1500小审在一审判决的时候，法官认为啊，这个叫做犯人的自白，犯人的自白不能当成证据啊，你要旁边的佐证，这个犯人的自白才能作为犯罪的所谓的真正的证据之一。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所谓的犯人的自白来作为判刑最后的这个依据。所以他为什么不取证1500小审的部分？他只取证210感谢560这个210万的部分，成为是柯文哲贪污的一个证据嘛。所以这个检察官认为说，我1500小审啊，它不是犯罪的自白，它是一个所谓的 Excel 档 ，Excel 档是记账本，它本身就是证据的一部分，而不能当成是犯罪的自白，用这个理由提起这个相关的上诉啦。所以这个东西在二审当中，当然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二审的判决里面，到底要不要把所谓的1500小审这个部分变成是柯文哲收贿的证据，而不是只是犯罪的自白而已。这个变成是二审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当然是说，除了1500小审，看起来除了 Excel 档这个证据之外，没有其他的旁证，没有其他的佐证。而其他的佐证重不重要？你不能认为说人家写在 Excel 档里面就证明他有收到这笔汇款嘛？而这个关键的证人当然就是橘子，因为橘子在跟所谓的妙天师傅有托了1000万嘛，他长期扮演柯文哲所谓车手的这个角色哦。而这个车手如果回来可以作证，因为之前媒体有传出他有可能在一审判决之后回来，而且李文忠的判决是在收贿罪上面是没有事情的，所以会不会因为李文忠在收贿罪这件事情没有事情，橘子变成有胆量，我只要出来作证，说我这个1500小审是我转给谁的，我托给谁的，他变成一个实质的证人的时候，那二审的证据就会更为确凿嘛，因为有第三者证实了你柯文哲跟沈清金之间是有收受贿赂的行为，所以橘子会不会在二审之前回来做相关的作证证人的工作哦？这也是二审我们值得观察的地方。来，牛肉面小玉，请问一下，现在黄国昌呢？接下来呢？他除了因为那天开直播要募款，然后要募1000万，除了募款以外呢，他我不知道他那段话是不是对你讲的，他很遗憾，他觉得年底他很想战，那只是没有适合他的战场。我不知道能不能弥补你的遗憾。当然不行啊，选脏话，选脏话，对啊。选脏话对你的牛肉面有帮助吗？当然有啊，只要他出现在年底的选票上面。这样你是读哪一段？就是我记得我是讲说，只要年底。没有，那要把录音带拿出来看。对，我们要找那个要勘验一下，要找小武哥来帮我那个勘验一下。你记得你是说他只要名字有他？哦，我记得。没有选新北，他是说黄国昌一定会选新北。我们要有真实的小玉，而且我觉得有机会，因为蓝白在台北快要破裂了。不是我。觉得黄国昌根本还要选新北，因为那个民调出来之后，黄国昌也是赢苏巧慧的。对呀，那个民调苏巧慧他们都赢啊，那黄国昌还可以有年轻票而且他觉得非常的遗憾嘛，对啊，所以嘛就不要造成遗憾啊。所以我觉得说我要这么快就请吗？那万一他真的又翻回了，就他们在请你啊。可以了，我可以等你到11月28了，就要大家吐出来吧？没有啊，这很奇怪啊。好了，那最近黄国昌动作很多，可是就确实大家比较意外是说，你怎么会输了新北之后，你第一件事是募款呢？可是我也觉得好奇是说，以往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嘛，黄国昌确实在2024年缔造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记录，对，400万吗？对，400万，因为他当时是讲说，他有那个不分区的责任额，那他是120万嘛，然后他说因为他脸皮很薄，不好意思跟这个企业款来募款，所以他就拜托这个小草小葱啊什么来抖内给他，结果他10分钟就达标，10分钟就120万呢，好扯哦。然后后来就是有帮他统计嘛，就是3天，他3天后来募了400多万嘛。就真的创下了一个记录。可是我要讲了哈，你看才短短两年的时间，他这一次在募款，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那个民众党有任何敲锣打鼓，因为你知道，就是民众党他们蛮爱敲锣打鼓。如果说他马上就得标的话，马上就达标，或者说他们有达到这个什么数字的话，他们一定会那个黄国昌拿他的那个葱啊，就说哇我已经这样。可是没有啊，你现在没有看到敲锣打鼓啊，所以我个人大胆的预测，我是觉得他们这次应该是不如预期啦。可是坦白讲也蛮感慨的啦哈，就说这个党到底发生怎么回事？你还记得那个柯文哲啊？当时他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啊，他也创了一个记录嘛，他就是关账吗？关账哦，关账。大家都说哇，我们在节目里面还一直讲，因为
几乎大概没有，在他以前没有人搞过关账吧？对，大家都每个人选举哪有说募款，然后嫌钱多，然后关账，越多越好，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越多越好。对，然后他第一次创下说，我就关账，大家都哇太清高了这样。就第二次选的时候，就已经都已经过了，还一直募款嘛。然后到今天这一次，是你还没开始选，你就已经开始在募款，那你根本没选，你就在募了啊。那我最后要讲是说啦，他这次美其名是说他募的，因为他有48位议员嘛，就说给每一个人4万块这样子。可是我今天有问这个他们民众党的议员，他没有他们之前都没有之前就是说，就算党中央募款也没有给这些议员他这次美其名是说他募的，因为他有48位议员嘛，就说给每一个人4万块这样子。可是我今天有问这个他们民众党的议员，他没有他们之前都没有之前就是说，就算党中央募款也没有给这些议员那说党中央唯一有做什么？他们大概有做面纸，而且后来发现他们的面纸比别人还贵，就是他的面纸一包是4块钱，然后党中央候选人还要一个人付2.5块，因为有 KP 授权费啊。柯文哲的授权，面子应该不太可能一包做到4块钱。他那个是候选人那是陈婉慧那时候讲的，他说有柯文哲的授权，有柯文哲在上面，对，肖像授权费，对。可是就是说，那你奇怪，你募了这么多款，那候选人，那你看最近一直上节目的那个林进冠，他也是讲他也直接问柯文哲就说那你的这么多钱，然后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就总统的那个补助款然后你也募了这么多，那为什么还要来跟他们要钱呢？就还要叫云林这些县党部还一直帮他们募款，所以这个也是蛮奇怪。那你现在又募了1000万，那可是我觉得最后一点我是觉得有点不堪的是说，他除了左手在帮这些小草小葱希望你们一直捐款，你就捐回给我，可他右手又讲说他要找就是要训练这些年轻人当志工进入这些帮助议员来选举。什么叫志工？志工是免钱的嘞，然后健保都没有，你是自愿来服务的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你是现在是怎样？你已经7%党了，所以你就预计要把这些人都榨干、榨好、榨满吗？左手跟人家募款，右手就说你去当志工，然后打算钱也不给人家。我觉得就是说你这样对年轻人真的是好吗？你也是压榨到一个极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你说最近一些的爆料，像林进冠什么出来讲的很多，讲柯昌的小气与否啦，讲很多这些，一直不断的出现这样一些的讯息，对他们来讲的话，还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其实包括林进冠讲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们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从别的民众党的地方党部的人的口中提到了，包括像刚才面子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甚至他们地方党部要像开杂货店一样去卖柯 P 的那种产品。我们在柯文哲案爆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听过了。现在在重述，其实意义不大，但为什么林进冠会跑出来？大家都知道提名争议嘛，对，跑去提别人，他没送，然后跳到民进党去。好，这才是最近这一系列的真正爆点嘛。大家都知道，民众党有提名，但你也会知道，为什么杨宝珍跟江河树开记者会，然后党中央好像疑似党中央的网军什么民众讲跟杨宝珍吵起来，杨宝珍还说我知道你背后是谁，杨宝珍又在吵哪一个？你赫然下去，你才会发现。主要政党，甚至包括像我们时代力量的小党，都有一个提名制度照走，时间到了我们就提，哪里该办排到了就办民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民众党的提名呢，一定会有人不爽，为什么徐府就提了？奇怪，台中到底什么时候提？我们什么时候办初选？中立那些地方什么时候办初选？中立那么多人嘛，虽然之前有毛将军他退了，还有其他人要选什么时候办？这才是最大问题。他们这些在地方选都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关爱的眼神？是不是主席2个不管是哪一个都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因为我们不是嫡系子弟兵，我们是黄国昌口中靠过去的地方派系，这样子黄国昌自己讲的嘛所以像这些事情才是他们现在目前当前最内爆一点。而之前黄国昌还可以说我在选新北我可能比较没有空，交给周瑜修处理。但你现在黄国昌有事吗？没事了，你还打着帮议员出选，特别是新人打着说要帮新人募款的角度去募了一笔自己的这个军费我们就把他的1000万当做是可以发去当军费粮草的费用。那问题就来了，看得到吃得到吗？这些议员他的内部心中的不满一定会更大就是说你现在演得那么开心
啊，我要怎么拿到这笔钱？我搞不好连提都不会提，连办初选都没有嘞。所以民众党他过去因为长期人治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他有人治的要素嘛。有些地方呢很快速就提了，黄国昌的子弟兵的那几个区域，现在都早就已经提完了，选举都选多久？其他地方连提名都还没开始，你参选的正式报名时间什么样的规章都没有，地方上当然会人心惶惶。所以黄国昌接下来真正挑战不是募款啊，那个募得到募不到，其实那都是命啊。但是重点是最基本的制度的问题，你要给地方一个交代，不然这些人现在还挂着民众党选，万一他哪一点不爽啊，突然把旗子扯下来，就不是一个林进冠的问题了，满街都是林进冠，你接下来民众党根本就不用在地方选举选了。苏慧，一个忠孝桥引道的事儿，然后。小平也直接跟陈之汉开撕，然后我看到陈之汉有直接讲你这些，那为什么就蓝白合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在选战里面主轴一定是这个样子，但为什么陈之汉要针对你们讲这些？这个个人恩怨，个人怨啊，这个两个女生不涉及蓝白合啊，蓝白合是由两个大人主导的，黄国昌跟这个郑丽文啊，那我跟陈之汉只是两个小角色而已啊。就像昨天乃金姐说的，国民党是个大鸣大放的政党，他讲完以后就出现了继副主席最佳示范，所以我的原来大鸣大放是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的已经变成是小 case 了哈。但我必须要说，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陈志涵真的是一个蛮，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他了哈。就是宗教讲引到这件事情，坦白说了，那一天在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个人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弊案哈。我在节目上也讲，因为那时候他才上任1年多嘛，这又是一个3亿多的案子而已哦。那我只是顺道讲起说，我记得当年因为台北市赶工，把大型机具都调，这是当年有媒体的报道，而且有家属的这个质疑哦。我只是说啊，就这件事，我就想到当年这个不幸的事件，就这样都没懂了呀，就没懂了呀，而且就小草就整个跳起来，小草每天都在关注我讲什么，就认为我又在黑柯文哲了。但你知道我很难的啊。我在好市府工作，我后面就接着柯市长。我当议员的时候又接着柯市长，然后讲完又接着柯市长。我们只要谈论到任何市政，就难免会去提到柯市长嘛。我已经非常谨言慎行去切了哈。但是你不能说我只要提到柯文哲，你就觉得我在黑他嘛。很多公共政策是可以理性讨论的嘛。那你柯文哲或民众党平常骂蒋万安的时候也没在客气嘛。但我们都觉得蒋万安是大人了，蒋万安可以自己回应嘛，对不对？柯文哲说蒋万安营养午餐骗选票的时候，我们就让蒋万安自己去回应嘛，蒋万安就自己很有风度的回应嘛，对不对？好，你民众党的议员那一边上电台访问说，我们不期待蒋万安会做出什么好事，然后转头又觉得说，蒋万安应该当母鸡，我们也尊重嘛，哈，所以我觉得两个党还是独立的政党，但陈志涵怎么会去说，你们国民党要雨前监控你们国民党？你知道这个，所以我说我昨天是忍无可忍，因为其实这2年他已经点名我很多次，还有他背后操控的那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力量我被网络霸凌了也很久了所以我昨天其实是有一点点忍无可忍的情绪大爆炸。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就是两个女生的口角跟蓝白合是真的没有关系。我也希望陈志涵不要动不动就把蓝白合拿出来像尚方宝剑一样，蓝白合一出有所谓你还不听话，你没哈大啦，你没哈大陈志涵没有那么了不起啦蓝白合真的是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两个主席主导之下，现在很顺利在进行。我说我昨天是忍无可忍，因为其实这2年他已经点名我很多次，还有他背后操控的那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力量我被网络霸凌了也很久了所以我昨天其实是有一点点忍无可忍的情绪大爆炸。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就是两个女生的口角跟蓝白合是真的没有关系。我也希望陈志涵不要动不动就把蓝白合拿出来像尚方宝剑一样，蓝白合一出有所谓你还不听话，你没哈大啦，你没哈大陈志涵没有那么了不起啦蓝白合真的是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两个主席主导之下，现在很顺利在进行。对OK， 那可是像对白营来讲的话，当然你说蓝白之间在未来年底的选战是大家观察，跟绿营之间那每一个战场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可是对柯文哲柯前主席，尤其是你看到他的夫人陈佩琪，我不晓得苏培，
对，尤其讲到你知道，台湾现在其实有毛小孩的家庭非常的多，然后。而且我注意到一点是，柯文哲主席其实虽然你看公务这么繁忙，还有官司要处理，他还是会注意到社会新闻，像那个什么王立人的新闻，然后他还会问陈佩琪，勇敢讲出来，对，然后陈佩琪就会要 po 一张那个泳装照，然后他讲到那个他觉得很不公平的就是他讲说你们这些人对待他的先生，可能还对待比不上赖清德总统，当然他用的词会让很多人产生批评，因为赖总统，其实赖总统收养那只狗，那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说实话，对，白白你要去照顾那样的狗是不容易的。是，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陈佩琪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就是说，他今天用最后一段，他这个 po 文最后一段讲到王立人，那王立人不一定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搜寻一下，你就知道他最近是因为的某一些的照片的关系，然后这个要上新闻的版面，连我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很多关注到，所以柯文哲会关注到之后，陈佩琪就 po 了一张他的泳衣在上面。其实还是要讲一下啦，他讲那个是女性身体自主啦。譬如说，我们这个女性是不是可以身体自主啊？然后我们这个就说不管多大的年纪嘛，其实她都蛮勇于展现自己的美，而且她赚钱方式。就是大家见仁见智啦。其实我觉得是要讨论到女性到底身体自主的一个部分了。对了，但我要讲的是说，那你这个大家现在在讨论他这一件事情，社会在讨论，未来社会会有一个共识，对于女性身体自主权这一件事情。但你自己把你自己的照片剖出来跟这个事件做连接，大家就会觉得怪怪的嘛。但当然没关系，都是这个身体自主权，大家觉得这个舒服就好了。但是我要觉得你去谈论到赖清德所收养的狗。而且这一只狗身体有这个有障碍，还把它拿出来说啊，你们对我的这个先生啊，也曾经任任过这个25年重症的医师啦，8年的首都市长啦，5年的创党主席啦，你们都可以这样对待我，不如对这个比不上这个赖清德所收养的一只身体有残缺的狗，我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比喻什么？好，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狗哪里得罪你了？好，而且这个狗的身体残缺不是它自己愿意的，是它被人类伤害，它是去被捕兽夹到，所以它的身体才有残缺。有人认养它，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居然把它拿来比喻成说你的先生被不当对待。当然，就很多人很生气啊，说你到底在比喻什么？这个小狗受伤是它是被伤害的，你先生自己做的事情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给金华城20% 的荣奖，过去不行，然后后来在第2任的时候给他。你先生自己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把邱佩玲帮民众党募的600万放到自己口袋，所以现在才被挂上电子脚镣。你先生是自己选择，然后你把它连接到跟这个身体有残缺的狗这一件事情来做一个连接，当然让人家就会非常的生气嘛。所以你看，他就讲说，你们这些人呐，心目中啊，这柯文哲比不上怎么赖清德那只残障的3脚狗斑斑还不如。你知道这整个里面就全部都是歧视嘛？什么歧视？第一个残障。现在我们都知道，对于身体有障碍的人，我们用身障。残障是什么意思？残障好像是残缺，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对于一些身体有障碍的人是用这么歧视的言论来看他们，所以我们都说他们是身心障碍。陈佩琪身为医生，难道他不知道吗？陈佩琪说他没有要攻击斑斑，没有要攻击狗。可是他们说您这样会造成网络霸凌。可是他霸凌的斑斑吧，斑斑多无辜啊！斑斑好不容易有人收养他，让他在一个好的环境，你为什么要把他拿出来做比喻？那斑斑不是很冤枉吗？而且你这所有的言论全部都是歧视啊！我今天就讲说，如果斑斑可以提告，我就帮斑斑出律师费，告你陈佩琪，你这个也所有的。文字上面全部都是歧视，你在歧视别人，你在霸凌别人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吗？而且再来，最喜欢把这个什么人比喻成狗的不是其他的政党是你民众党你民众党之前把自己中评会的主委林淑辉把他比喻成说是谁家的狗，把他带回去，对不对？
你也有吗？2014年我们都是民进党的流浪狗，对。我们帮他辅选上啊，他说帮我的都是一群民进党的流浪狗。对，所以你看，还有比特犬，对，还有比特犬。谁最喜欢把狗跟人做比喻？是你民众党，是你柯文哲而你跟这个陈佩琪跟你先生就是完全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人啊，就是很容易把这种比较弱势的人，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认为你自己高高在上，在你底下的不管是人或者是宠物，你都把它贬为这个完全不值得一个评论嘛，所以人家就攻击了陈佩琪嘛，说你这样子这歧视这个身障的这个狗狗嘛，然后陈佩琪还回答什么？说我没有攻击狗，我是人被什么什么什么攻击得很惨。我要问你，网军攻击别人，刚刚淑慧讲说他被攻击得很惨，对不对？我告诉你，被攻击最惨的是我啦。我有去你脸书看过，我比你惨。我从大家比惨，我愤恨不平。我跟你讲，我从那个什么果菜市场减11亿，对不对？然后柯文哲大巨蛋的那个录音档，剪成7段，叫剪7段。那时候游淑慧也po文攻击我啊，这我都知道啊，对不对？但我没有叫你剪7段呢，但我们还是活了过来，对不对？因为做对的事情，我只会怕你攻击嘛。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些攻击其实不是就是一个评论。如果你行得正做得直，你好好的讲嘛。陈佩琪，你要帮李先生抱不平，认为他是清白的，拿出证据，叫你们的律师好好帮他打官司嘛。叫律师不要在这个诉讼庭、在判决庭的时候，听到检察官讲完之后还拍手嘛，这不是最简单的事情吗？你把你的证据拿出来，才能够去捍卫你先生的清白，而不是去攻击一些狗狗，然后把这个人家对你的批评就变成是这个所谓的什么网军攻击，然后是霸凌别人的都是你们。然后我再补充这一件事情，你知道陈志涵为什么现在这样攻击所有的人，你知道吗？因为陈志涵现在之所以会有这个位置，就是柯文哲要他这么做的。他当时在党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柯文哲啊，对于我跟其他某一些议员啊，对于他的这个监督质询比较凶的，他就直接在这个晨会上面说啊，跟发言人讲说，如果啊你去驳倒了简舒培跟某某议员的话，我就升你当发言人了。这个所谓的什么网军攻击，然后是霸凌别人的都是你们。然后我再补充这一件事情，你知道陈志涵为什么现在这样攻击所有的人，你知道吗？因为陈志涵现在之所以会有这个位置，就是柯文哲要他这么做的。他当时在党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柯文哲啊，对于我跟其他某一些议员啊，对于他的这个监督质询比较凶的，他就直接在这个晨会上面说啊，跟发言人讲说，如果啊你去驳倒了简舒培跟某某议员的话，我就升你当发言人了。他们是这样子的啊，他就是这么做的啊。所以陈志涵现在针对游淑慧提出任何的批评，我一定要站出来站。为什么？因为我是比特犬啊，我要这样子才能够获得我的位置啊，这就是过去柯文哲要求的训练啊，所以陈志涵一定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保护他想要保护的柯文哲。耀明，最后看新北这一仗，因为小玉的付出，牛肉面，所以这一仗在蓝白河算是尘埃落定。那接下来呢，蓝白河跟绿营之间，在这一仗之间，你觉得未来，因为现在看起来其实有一些的民调出来没有差别太大，然后未来呢，台北你特别聊，因为大家讲说蒋万安跟应该就是沈伯洋啦，好吧？蒋万安跟沈伯洋之间，你特别讲说，如果要是沈伯洋用了好的怕蒋万安或是他的支持者会躺平去看待这些事情，为什么？我的概念是说，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2014年。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朱立伦躺着选啊，对手叫会赢20几万票。2014年，对，大家记得那民调领先很多，对哦，最后票开出来2万票，对，吓出一身冷汗。当然那时候有柯文哲那个外溢效应的影响啦，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是说，没有一场选战你敢一开始就说自己什么躺平啦，什么躺赢啦，没有这回事。那当然对沈伯洋来讲，你要知道现在沈伯洋到昨天为止已经是那个政治人物声量第1名。
哦，前2天还是第3名，对他现在是第1名，他现在已经飙第1名了。嘿，那他的第1名的概念是什么？主要不只是声量高哦，是好评，也是一面倒的都是好评，都是正面的声量。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蓝营也没有要花力气去打他，希望他继续维持这个声量，因为不想破坏这个提名。哦，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说，以前我们讲蓝军的支持者最难伺候啊，为什么？下雨天不投票，今天这个纪凌莲这个事情看起来我又不想投票了那当初2014年还有一个什么军公教年终慰问金曲，我要教训马英九，一定不投票，对，所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可以不投票。那到时候他就说，蒋万安不是躺着选吗？不是稳了吗？反正到时候不差我这一票，我宁可出去什么看演唱会的啦，什么出去玩的啦，哪里的家里有什么规划什么行程都优先，然后会优于蒋万安的这张票的时候，那对蓝军来讲，当然就不会是利多了。OK， 所以我讲的是说，如果这个所谓的躺赢政策、躺赢战术是奏效，那沈伯洋某种程度会让蒋万安就算赢得很难看，那这个某种程度上对民进党来讲就是大胜。那新北呢？新北当然现在因为整合，我觉得算是蛮顺利的。那对苏巧慧来讲，苏巧慧大概前1个月很重要是要营造纠缠的感觉，就是跟川博是捉对厮杀，而且呢是2个人差距很小，甚至有那个说内参民调已经领先，已经微幅领先。那可是在这一次至少蓝白合这个民调看起来还有一点点差距，就是说，至少李四川他还算是在蓝军的逻辑里面还是稳定领先的状况下，所以像今天他们那个江宜珍就讲他说他们的那个民调的，他们有内参民调说都还是稳定领先的范围。OK， 所以说什么苏巧慧会瑟瑟发抖，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各自的战术，因为对蓝军来讲，已经2018、2022都是大胜的状况下，如果李四川只有领先几趴，那个真的老实说讲不过去。可是这也是李四川的挑战，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包袱。那这个他有办法克服，就是他现在接下来因为整合完了，就是他跟苏巧慧2个就要比特质，2个人谁的特质是选民可以青睐的。OK， 未来这一仗其实你不要以为时间是在11月28号，时间非常非常的快，很快，那时间一转眼就到。那刚才来宾所讨论这些，到了年底的时候，会不会全部都点滴落在那个票柜里头？谁真的能够攫取民心？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